杀了这个妖猴永绝后患，不留他一命。这句话解释了郭德纲为何此般姿态。老前辈，我们相声界的泰山北斗马志明师爷，致以崇高的敬意，谢谢。郭德纲说代表德云社鞠躬，高于二人和小贝跟着一起行礼。当年要不是马志明的出现，郭德纲早已沦为同行的笑话。2005年，功成名就的郭德纲决定回老家天津举办一场省亲演出，谁知演出当天，京津两地突降大雾，为保证安全，高速公路关闭，于谦带领的德云社演员被困高速之上。提前一天到达天津的郭德纲看着空旷旷的后台，心急如焚。前有看笑话的同行，后有满怀期待的观众。那晚郭德纲想了什么不知道，但只记得他做好了一个人上台的准备。就在郭德纲准备孤注一掷拼上一切的时候，两个人的出现拯救了德云社，一个是高峰，另一个是马志明。高峰率先猛捧西征梦救场，然后马志明不顾同行眼光，固执上台替郭德纲压场。说实在，一般的，就现在曲团的相声专场，这全场的效果不如你一场，不如你这一段。我再说哪段也没他可乐。直到于谦穿好大褂站在台上，郭德纲一颗心才终于放到肚子里。有人可能会说，马志明不就是上台说了几句话吗？哪有那么重要？但就是马志明这个举动，代表了天津相声界对郭德纲的认可。《西游记》中有这么一句话：杀了这个妖猴，永绝后患。佛祖站了出来，不留他一命。马志明当时就是如此。那时的高峰22岁，马志明60岁。如今16年过去了，马志明的容颜虽然愈发苍老，但始终不变的是他对郭德纲的支持。仔细看郭德纲和马志明合唱太平歌词时，高峰的表情目不转睛地看着少马爷，仿佛下一秒就能哭出来。高峰见证了郭德纲的崛起，也见证了郭德纲和少马爷之间的深刻情谊。然而马志明为郭德纲做的远不止如此。天津德云社开业，马志明第一时间到场祝贺。天津相声春晚上赠送代表马氏相声传人的醒目等等。另外，别看马志明辈分高，本事也一点不小。感情还真够利索的。哎，怎么着？这儿还要蹦过去？好，铁门槛也行。敢在相声演出上表演铁门槛，也就只有少马爷了。只见少马爷在台上撸起袖子，神情淡定，动作干脆利落。就说这样的相声谁不愿意看？相声界有文怕文章会，武怕大保镖的说法，因为这两个段子设计的大贯口，非常考验演员的相声功底。特别是马志明的大保镖，更是堪称教科书级别的作品。那么拳脚呢？那也不少啊。您都练过什么拳？什么叫大红拳啊？小红拳哦，八仙拳、地躺拳、通臂拳、罗汉拳，远了长拳，近了短打，小架子、猴拳。嘿，少马语气不急不躁，字字清晰，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。马志明曾说过，如果相声演员不会说这两段，后台分钱的时候都拿不到完整的份额。那么作为马三立儿子的马志明，为何手脚功夫这么好呢？马志明虽然出生于相声世家，但自幼喜欢戏曲，考入戏曲学校后一直学习五花脸。尽管后来转行相声，但他在戏校打下的基础一直没有荒置。马志明的功夫有多好？50周年庆演出上，他还能翻跟头表演猴戏。花果山打开了棍儿，开开了响，哪一个家园里在？看马志明在台上又蹦又跳的样子，知道的他已经62岁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26岁呢。2004年的时候，马志明曾因心肌梗塞做过心脏搭桥手术，术后气力一直不足。可即便如此，只要上台他就会卖力的表演。就比如在纪念马三立100年诞辰专场上，马志明虽然差点摔倒，但还是将整段大保镖演了下来。马志明的大保镖无人能及，为何发展却一般？看看谢天顺做了什么。让我给他把这支撑办下来，跟我一样了，他就给我捧；要不一样，他不伺候，他不演，不干吧，不干了。当时团里是3年不给工资啊，不是自食其力，我就演不了了，我没捧哏呢。
马志明和杨少华分开后，就与谢天顺组成了搭档。虽然说谢天顺没正经的学过相声，但因为娃娃腿的身份，捧哏还可以。再加上马氏相声讲究一头沉，捧哏台词比较少，所以两人一搭档就搭档了3年。后来曲艺团评职称马志明被提高了1级，心有不满的谢天顺就想让马志明帮自己提一下，不然他就不给捧哏了。马志明本来性格直爽，就一口拒绝了。谁知刚好碰上团里改革，没有搭档的马志明因为无法演出，3年没有1分工资。最困难时，马志明还将家里的房子卖了，买了一所小房子维持生计。也因为如此，马志明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名气再次功亏一篑。反观谢天顺和马志明分开以后，不仅凭空高了1个等级，每个月还有工资拿，这让马志明一度郁闷。当然，马志明在相声界混得这么惨，还因为他耿直的性格。早年间，马志明跟着父亲下放，见过了太多的黑暗，所以也让他养成了嫉恶如仇、耿直的性格。于是马志明就在不经意间得罪了一些人，再加上很多人认为马志明有现在的成就都是因为父亲马三立，于是马志明就成了被众人孤立排挤的对象。而要说相声界有多不团结，马志明曾在采访中表示，有一次他心脏不舒服，就让同事开车送自己去医院，然后对方就四处说他的坏话。结果他跟人说这个人的手底下人上我这儿说人谁救你一条命，说你现在你看对人连点感激之情都没有。我拿起电话当着他面，我说你那天怎么来怎么去是那么回事，怎么就你救我一条命？这件事之后，马志明再也不愿掺和相声界的任何事情，对待同事更是敬而远之。